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项非常提神的新研究，就是喝咖啡。喝咖啡真的能让你老得更健康吗？你没听错，这是来自日本长寿医疗中心和爱尔知大学的7年追踪研究的成果，发表在国际的顶尖期刊《流行病学杂志》上。但是呢，在你很开心的想多喝几杯咖啡之前呢，我们要带你认真的分析一下这个研究。我们要从中西的角度告诉大家，什么人适合喝咖啡，喝多少，什么人不适合，喝错咖啡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研究这项研究呢，它纳入了超过12000名的年龄在45岁以上的日本中老年人它的追踪时期长达7年。他们把这些人呢分成4组一组呢完全不喝咖啡的，每天不到1杯，每天1到3杯，还有每天喝4杯以上的，总共是4组。最后分析呢是看这些人在进入老年期后他的健康状况，包括行动的能力是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还有罹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状况是不是出现了身体功能退化大家可能很希望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其实很有意思，每天喝3到4杯咖啡的人在老年期整体的健康表现最好，他们失去功能的机会最低行动力最强，生活品质最好，而且呢还很少患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每天3到4杯咖啡，这我都做不到。那么我们来看看咖啡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研究推测说咖啡可能是通过以下几个路径对健康老化有帮助。第一呢，它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稳定血糖，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第二呢，咖啡含有多酚和抗氧化物，有助延缓细胞老化，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作用。说到抗氧化，我一定要提我们的氢气机和清水机，一机两用，既可以产生氢气，也可以产生清水。因为呢，氢分子是抗氧化最有效的，也是最简单的途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点击我们下面的链接，你就会得到更多的资讯我强烈的推荐这样一个氢分子疗法。另外呢，就是促进肠道的菌群和心血管的功能。所以适量的咖啡它能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听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都去喝3、4杯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要是喝3杯以上，我可能就会心慌就会情绪高涨，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呢就会很疲劳。所以每个人对咖啡的承受是不一样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一个观察型的研究它只能说这两个之间似乎有这么个关联，但是不能够证明是因为喝咖啡就一定会让你更健康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很难建立的。所以大家不要急着天天去灌3、4杯咖啡来看看这个研究它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有可能这些常喝咖啡的人本身就比较健康，生活比较规律咖啡呢只是他健康生活的一个陪伴的一个指标。另外呢，这个咖啡的量也是跟大家的这个问卷就是根据记忆来说的。那记忆有没有误差呢？这个很难讲。另外你的冲泡的方式放糖放奶的比例，这些细节都没有。另外呢，这个研究是对日本人进行的，所以呢是不是就能套用在台湾欧美其他国家的人身上呢？另外呢，这咖啡的成分大家喝的也很不一样，是吧？你喝的是latte还是美式的，还是3合1因为不同的咖啡它含咖啡因和氧化物的差别也很大。另外呢这个健康的一个基础差别是不是有？比如说健康的人更愿意参加研究更有健康意识等等。反正统计数据有的时候有偏差但是呢它有参考价值。
那么喝咖啡会不会有风险呢？绝对是有的。咖啡呢，绝对不适合每个人啊，中老年人啊，特别是要注意一些风险，比如说它会影响睡眠，导致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那么甚至产生焦虑啊、心慌啊，白天呢会更疲劳。所以我们说咖啡啊，它有的时候会让你给你带来一种假性的能量啊，真性的疲劳。什么意思呢？就刺激你的大脑，你感觉不到你身体已经非常的疲劳了。年纪越大呀，新陈代谢越慢，咖啡因呢在我们身体停留的时间越长啊。我们过去说啊，12点钟以后不要喝咖啡啊，其实呢12点钟以前喝的咖啡在身体里待的时间也是蛮久的。另外呢，这个咖啡啊，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啊，导致胃呢有烧灼感。我们有些朋友啊，喜欢空腹的时候就喝黑咖啡，那么这时候呢，长期下去呢，是有可能刺激胃肠道啊，特别已经有这个胃溃疡啊，或者是胃病的人呢，胃炎的人呢，最好不要空腹去喝咖啡啊。另外呢，它还可能导致我们骨质的流失，因为咖啡啊，它会利尿，会促进钙的流失啊。长期下来呢，可能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每天喝1杯咖啡，额外补充100毫克的钙。这样的话呢，你喝咖啡呢，同时呢也要对抗这个缺钙的风险哈。另外，这个咖啡啊，它是能够产生耐受性的比如说你一段时间喝1杯，发现慢慢就1杯不够，就要喝2杯，是吧？那么如果你突然停了话，像今天早上我因为忙别的事情啊，到了10点钟还没有机会喝上咖啡的话，你就感觉到头胀胀的不舒服啊，甚至有头疼的反应。最严重的我看到甚至有呕吐的现象哈。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咖啡戒断的问题啊。过去一个朋友他每次在上班的时候，单位供应咖啡。到了周末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的情况，头疼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想了想，那就是因为平时在上班的时候喝很多咖啡，到了周末呢休息了在家了就不喝了，实际上就造成的戒断反应尤其你是喝 Starbucks 的咖啡这种反应更大。另外呢，就是要注意跟药物的互相作用有一些抗抑郁的药骨质疏松的药降压的药都是因为咖啡因会受影响。糖尿病也是吧？有的人呢，他用含糖的咖啡呢代替正餐这些呢都会干扰血糖的控制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个咖啡呢是属于味道苦的，它的性温温性的，它是入心、肝和肾，它的确有呢行气醒神、利水通便的作用。小剂量呢有益，它能够提神也能通便。多喝呢一定伤身，因为它耗气伤阴搅动肝火特别是心火重的人特别不适应像那些阴虚的口干晚上有出汗的，还有呢嘴上呢容易这个口干舌燥容易疲劳睡不着觉心烦的还有呢咖啡它有的时候从提神它是一时的，但耗气更多，所以呢越喝人呢身体越虚对于那些情绪烦躁、便秘的、血压高的这些呢都不适合。还有咖啡呢，它还能加重肝火，头胀失眠你如果眼睛有其各种各样的状况的话，都不适合喝太多咖啡如果你的舌苔很厚很黄，胃肠道也差，这个咖啡呢它是利水，但是又伤胃所以呢会造成我们体内有过多的湿热困在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咖啡发挥它的好处，又减少它的风险呢？特别是对我们中老年的朋友呢，我们要记住3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喝咖啡的时间要对早晨7点到11点钟喝最好其实呢可能还要再晚一点，不要一起床就喝咖啡10点钟左右喝差不多。下午呢3点钟以后就不要喝了，其实呢我要更严格一点，下午12点钟以后最好都不要喝。第二个剂量要对一天呢1-2杯就可以了人们说这个400毫克已经很厉害了，是吧
400毫克我估计都是在4杯很浓的咖啡才会达到，所以呢1到2杯就好了。第3个呢就是喝的方法要对，特别是要少加糖，避免那些3合1的这个里面有奶精有加糖有香料等等。黑咖啡我就比较主张你是饭后喝这样的话呢对胃呢有一定的保护。另外呢要搭配足够的水分和钙质这样的话我们喝咖啡呢就变成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助力，而不是一个负担。那在我们会员专区呢，我们准备了一些给会员的专属内容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体质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喝咖啡另外呢对不同的体质呢咖啡的喝法呢也有不同的建议，还有一些我们补气润燥安神的这个茶饮也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如果呢你喝咖啡不行的话或者说你又喜欢喝咖啡又想平衡它的副作用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帮助。欢迎大家加入会员，获得完整的资源和健康方面的建议。这个舒淇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每天都会在这里呢跟大家聊一聊养生的小知识，分享实用的健康方法，陪你一起过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其实这个健康真的不难，每天呢花5分钟把身体的信号好好的听一听，从生活中呢做一点小的改变慢慢就会变好。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每天呢准时来到这里，我们陪大家说说您健康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很希望大家把节目呢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走上健康的路。这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呢的确是我们一起做的大事。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